在茂盛的灌木丛中，丧尸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一个黑不溜秋的靓仔看到这一幕，当即弯弓搭箭，开始了瞄准。他先是看了看丧尸移动的路线，又调整了下抛物线的高度。松手后，箭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精准地命中了丧尸的脑袋。科尔和同伴在围墙上站岗，俩人避免无聊，也是比拼起了击杀丧尸的数量。现在的山顶寨也就只剩下了他们几个留了下来，其他居民都在几天前跟着帕梅拉去往了联邦。他俩正说笑着，只见莉迪亚带着行李来到了门口，他也准备离开了，留下也只是艰难度日而已。马基对此没有挽留，只是给了他一份地图。科尔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又憋了回去。这么久的相处，这小子早就喜欢上了莉迪亚，这次分别往后可能很难再相见了。Hey, shoot your shot. 有了同伴的鼓励，科尔鼓了鼓勇气。You need an escort? Why? It's a long walk, you know? You might get bored. That's all. 莉迪亚笑了，他知道科尔对自己有好感，而他也不是很抗拒对方。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马叫声，三人全都看了过去。科尔更是拿出了望远镜，只见远处有个人骑着马正朝着这里赶来。Nobody we know. Hold where you are. Hold, or we will shoot. 面对着他们的警告，这人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依旧任由马儿驮着朝着大门靠近。来到面前，他们才看清马背上坐着一个和他们年纪相仿的青年。只见对方的衣服和马背已经被血液染红，好似受了很严重的伤。莉迪亚拿着武器戒备地朝着男孩靠近，走到跟前，他才确认这人是受了枪伤。He's been shot! Get help! Don't. They're slaughtering them. 青年用最后的一丝力气把怀里的东西交给了莉迪亚，然后艰难地开口让他们去救援。说完他便断了气。出了这样的事，莉迪亚暂时留了下来，他们几人围在一起商量。青年交给莉迪亚的是一张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个地点，结合青年临死前的话语，不难猜出这是来找他们求救的，应该是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马基认为不应该出去，毕竟现在自身都难保了，就算他同意，也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和未知的敌人战斗，也有可能这是个陷阱。可莉迪亚却觉得没有人会拿自己的性命来搞阴谋，万一青年是我们认识的人派来求救的呢？ What happened to taking in whoever was in need? Being outnumbered has never stopped you before. He should have. 可即便马基这么讲，科尔他们依旧打算出去救援，虽然人手不多，但却并不畏惧。随即几人准备动身去往标记的地方。就在科尔和莉迪亚收拾装备的时候，马基也带着装备走了过来。他可不放心让他俩单独去，如果有危险，那大家就一起扛。Take over the Pathfinder. Mom. How long this time? What do I always tell you? As long as it takes. That's right. You ever home down before it long gone? 和儿子告别后，一行三人便出发了，开始朝着地图标记的地点赶去。在路上，莉迪亚询问马基为什么不接受联邦的帮助呢？马基也耐心地解释说，就算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强撑过去。很容易得到的东西，并不代表着就是好的。莉迪亚无奈了，现在的山顶寨只能算是勉强度日。他不明白马基为什么要强撑，马基也知道他在想什么，于是开口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表示在末世前，我和我的家人住在一个农场里，有一天来了几个企业农场的开发商，他们想要收购我们的农场，但被我的父亲给拒绝了。再到后来遇上了大旱，开发商又找上门来，他们把价格提高到了3倍，也从其他地方打听到了农场的艰难处境，因为他们清楚一旦干旱过去，农场的盈利是巨大的，而他们要做的就是跟我们耗下去。为了让我们妥协，他们开始给我们送来了成箱的食物，来帮助农场的家畜。但我的父亲赫谢尔只是将那些食物都堆在了门口，任其烂掉。这样那些开发商下次来的时候就会看到，一旦我们动了那些食物，那么就会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就会永远不停地来骚扰我们。直到后来，我们挺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一切都好了起来，那些开发商再也没有来找我们的麻烦。我讲这些就是想告诉你们，困难只是暂时的，你们不要觉得联邦就是好的。那些人可是10多年都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他们真的就比我们强大吗？其实莉迪亚想去联邦也没有错，因为大多数普通人都想要更好的生活。他从小就跟着阿尔法在外面漂泊流浪，所以他太渴望过上安定的日子了。马基的坚持也没有错，他的气节更加值得敬佩。 Do you agree? Most of it. Yeah. 幸好车子及时停了下来，前方的路上竟然出现了3具丧尸，而且还是联邦的士兵。事情真是越来越诡异了。
马基三人拿着武器冲了上去，附近没有打斗的痕迹，说明这3具丧尸是从其他地方走过来的。经过检查发现，其中1人是被割了喉，而另外2个则是在铠甲缝隙的位置中了枪。下手的人就是故意让他们尸变的。就在3人一脸纳闷的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马基掏出望远镜看了过去，跑来的竟然是号称小瑞克的亚伦。难不成是他们遭遇了袭击？而事实上，亚伦并不认识这3个士兵，在这里碰上马基也是纯属巧合。事情还要从1个星期前说起，当时马基拒绝了联邦的合作，帕梅拉等人只能扫兴而归，而亚伦也跟着他们去到了联邦。他在末世前做的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所以他现在也被安排做同样的事情，负责审查接纳新人，帮助那些流浪在外的幸存者。他今天来教堂是来找加百利帮忙的，而小加现在的生意可谓是蒸蒸日上，每天过来听他讲经的公民相当的多。不曾想我家哥末世10多年后，居然还爆发了事业的第2春。在他专业的讲解开导下，联邦公民的心灵与灵魂每天都在接受着洗礼。我家哥不愧是职业的神父。等今天的传教结束后，亚伦先是夸奖了老家一番，接着说明了来意。联邦高层发现了一个40人左右的友好幸存者组织，正躲在边境的一个公寓大楼内艰难度日。他们是一个宗教团体，所以领导们想让加百利这个专业的神父参与进来，这样沟通起来更方便。老家一听有40多个知音，如果都发展成自己教会的会员，那不直接起飞？当即便答应了下来。下午的时候，他们来到了那处公寓大楼的附近，但只能在远处观望，因为他们看到那栋大楼的每个窗户口都有人拿着武器戒备着。亚伦眉头紧皱，高层不是说那些人都是友好的幸存者吗？可瞅这架势，对方好像不太好惹啊。他和加百利在末世生存了这么久，自然明白人们对陌生人的态度，说不定他们还没等靠近就会被射杀。可男人却不以为意，他是亚伦的领导卡森，这家伙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好像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还觉得楼里的人如果戒备，那就代表着是害怕的意思。一旁的老家都傻了，满怀期待的过来招收会员，可跟来一看，这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回事啊。接着卡森命令军队在这里驻扎，然后他准备亲自带着3人进去交涉。 Yeah, I'm not doing this. Places like that usually have some old man with a shotgun inside just looking for an excuse to kill some dumbass who stepped on his front lawn. Practically screams, do not disturb. Yeah, I agree. Hey,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I'm not so sure about this. Might be better to leave him alone. Fort? Just because of some pre-game jitters? No, because your plan is shit and I don't want to die. I've done it before. We'll do it again. What's the largest group you found? 4. And there are 40 in there. So? So, with that many people, all it takes is one nervous guy with an itchy trigger finger to set things off. I don't think you appreciate No, hold on. He's right. All right, we've never dealt with this game over. Guys? 卡森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道：“我可没跟你们讨论，只是在通知你们而已。”亚伦和加百利对视了一眼，最终也只能无奈同意。加入联邦就意味着要服从命令。Hey, I need you to wear that. It's part of your, costume. This is how this is going to go. 不多时，他们4人穿过了树林，来到了公寓大楼的下面。只见1楼的大门紧闭着，窗户边都有人在戒备地盯着他们。Hello. My name is Aaron. We come from a community called the Commonwealth. We'd like to extend our friendship. Our people left these where you would find them. Since they're all gone, I'm assuming you did. Chicken's a little rubbery, but it's the job. Is there anyone I could speak with, face to face? 亚伦说完，等了大概1分钟后，只听见铁门后边传来了插销的声音。接着铁门打开，里面走出来一个戴着奇异耳环、肩扛镰刀的光头。瞅这个面相来看，应该是个小姐姐。她凶狠地打量着亚伦4人，单从对方这身打扮和气场来看，压根和友好俩字就不沾边。 Weapons. 4人也是知道规矩，当即纷纷掏出了武器。这小姐姐的装扮着实给他们一种压迫感，连跟来的实习生都不敢抬头看她。她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来之前她还意气风发的想做点业绩，可现在直接被眼前的女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亚伦把手里的武器和食物递了过去，可小姐姐又看向了他的麒麟臂。It's kind of a bitch to take off. 收走了武器，小姐姐带着他们走进了楼里，里面光线很暗，旁边站着几个彪形大汉。所有人进来后，门又关了起来。这下好了，万一起了冲突，他们逃都逃不掉。 Last door to the right. What's down there? 小姐姐没有解释里面有什么，只是妩媚的笑了笑便走开了。事已至此，四人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虽然卡森是领头的，但这货现在连个屁都不敢放，只是乖乖的跟在亚伦后面。很快，他们来到了幽暗深邃的走廊，朝着两边的房间看去，总能看到一些人在面无表情的盯着他们，这给他们看的心里直发毛。实习生都快吓尿了，这趟要是活下来，说啥也得辞职了。不多时，他们进到了走廊最里面的房间，这里并没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只有一个颇有威严的大叔背对着他们。看这架势，这人应该就是这里的首领了。Seats.